大家好，今天來分享2個可以制作選擇題閃卡的Anki 的筆記類型。那他們2個呢，它的外觀的風格呢，都是所謂的 Monikai 這個樣式哈。然後呢，一個是單選的選擇題，一個是複選的選擇題。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2個筆記類型執行起來的樣子大概是什麼樣子。我們先來看這個單選的筆記類型它叫做 Monikai Close Radius 單選。那首先我們在 questions 裡面呢，要用克漏字的形態呢給一個選項，然後呢，在這個 options 裡面呢，再輸入我們需要出現的答案那第一個選項呢就是解答。好，那這個3個解答呢，我們在執行的時候呢，它會隨機的變換它的順序，因此就不會這個1、2、3它的這個解答呢不會是固定的。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預覽。好，那這個呢就是問題的部分那這個點點點這個地方呢，就是對應到我們這個克漏字的語法的位置然後這三個選項呢是隨機出現的那我們在這個地方呢就可以選擇它的選擇解答比如說我點擊這個黑白灰，然後呢點擊好以後呢再按背面，那它在這邊會畫一條斜線，表示說呢你剛剛的解答是錯誤的那而且這邊它會有解答數還有正確率等等的，都會幫我們做一個統計。那正確的呢，它就會用這個綠色的方式呢來顯示，這個呢就是正確的解答。那這個呢就是克漏字的單選的這個樣板執行出來它的呈現的樣貌。接着我們再來看複選的這個選擇題，它的要怎麼來制作首先在問題的地方呢，它一樣需要有一個克漏字的一個語法在這邊，然後呢在 options 裡面呢就是要複選的解答，最後呢還有個 answer 呢就是複選的真正的解答比如說我們這個是 A B D E 那就是這個第一個、第二個、第4個跟第5個那這個 extra 呢就是一些的說明。那這個因為這2個筆記類型呢都是對岸的網友制作的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多選的這個選擇題呢是對岸的一個市政方面的一個題庫好，那我們來看一下它執行的狀況大概是怎麼樣子。好，執行起來以後就是會有複選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勾選比如說我隨便選擇了勾選了3個答案以後呢，點擊這個確定，然後呢你會看到它綠色的部分呢就是我們選擇對的，那我們這個 D 呢沒有勾選到我们看背面，它這邊呢也會有一個得分數，還有上面也會有一個統計因此這個選擇題有多了這些功能呢，可以對我們這個選擇的制作呢可以比較方便。最後我們來講一下要怎麼樣子的安裝這2個筆記類型首先就是從檔案裡面呢選擇匯入，或者呢從這個最下面這邊呢有一個匯入檔案這2個都可以。然後呢從我的說明欄裡面我會放進那個壓縮好的 zip 檔各位可以把它下載下來。然後呢你就只要選擇像這個 radius 這個是單選multi 這個是複選的選擇題。那只要選擇了這個匯入以後呢它就會建立2個牌組這個就是 radius 這個是單選的牌組。那另外還有一個一鍵市政題庫，這個呢就是複選的牌組。那除了這2個牌組以外呢，我們可以點擊這個工具，然後呢管理筆記類型。你也可以發現在這個筆記類型裡面呢，它也有相對應的2個筆記類型會新產生出來。那如果說你有興趣要知道它是怎麼去制作出這個功能的話你可以點擊這個卡片，然後進到裡面呢，你可以看到一大堆的這個 JavaScript 的語法因為Anki 的這個顯示是使用網頁的技術所以這邊就有 JavaScript 的一些指令在這個裡面。然後我的這個單選我不是用像標準的那樣子，它會有是使用 ABCD 而我是用1、2、3、4的方法來呈現的主要就是它這個裡面會有一個這個點 options 的這個設定它這個設定呢上面這個
點 Options 這個設定呢，會把我們的這個1234的這個選項哦，它在這邊呢設定成是用 ABCD。那你只要把這一段哦前面加上斜線星號，結尾加上星號斜線，把這個點 Options 的設定呢變成是注解，那它到時候顯示出來的呢就會是1234。好，那以上哦就是很簡單的介紹這兩個可以具備有可以隨機解答的顯示功能的這樣子的克漏字的選擇題。那有需要制作這種選擇題題庫的朋友哦，就可以很方便的來使用了。好，那我們今天介紹到這邊，謝謝各位。